棕熊深夜闯入警营撒野，不仅打破了厨房的窗户，抢夺警察小哥的食物，还暴力拆除了检查站的大门。警察小哥只好避让。如此暴力的棕熊，真的还有保护的必要吗？是否保护过度了？这年头，动物都比人金贵，这是网友们经常吐槽的一句话。先前，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布棕熊强闯单位宿舍的视频，视频中这只棕熊丝毫没有打扰到人类休息的自觉，直接将厨房的窗户打破，将网友吓跑后，再将厨房里的食物搜刮干净。这只棕熊非常聪明，它似乎知道自己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也知道人类不会伤害自己，于是轻车熟路地来到厨房饱餐一顿，最后离开的时候连电饭锅都给端走了。这条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，这只棕熊实在是太嚣张了，这明显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困扰。网友热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报警处理，小哥却说自己就是警察，这只棕熊深夜闯入的就是派出所。这条回复实在是让人心疼又好笑，连警察都无法处理这只棕熊，如果普通居民遇上了该怎么办呢？西藏地区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棕熊了。前不久，西藏那区巴青县就曾出现过一只终日在大街上游荡的棕熊，见到人就追赶，连派出所检查站的门都被它撞坏了。政府没有想到解决对策，只能通知当地居民在夜间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，避免遭到棕熊攻击。西藏可以说是稀有野生动物的乐园，在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，藏马熊也频频出现在人类生活区域，和人类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。野生藏马熊深夜造访派出所，撞翻检查站大门，藏马熊如此嚣张，是保护过度了吗？不少网友认为，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频繁接触是环境变好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象征。其实有些情况下确实如此，但野生藏马熊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，它们频繁地和人类发起冲突，人熊矛盾逐渐激化。藏马熊生活在高原、森林和高山地区，在我国的西藏、青海等地比较常见，是一种杂食性动物。近年来，由于栖息地遭到了破坏，藏马熊屡次闯入人类生活区域，不少前往藏区的游客见到这种动物都会忍不住投喂。但藏马熊并不是可以和人类和谐相处的动物，当地人也多次告诫游客，一定要和藏马熊保持距离，千万不要随意投喂藏马熊。没有人可以保证它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，被它一掌拍死后是找不到脸皮的。当地确实有过这样的先例，有人和藏马熊发生了冲突，被藏马熊拍死后尸体都找不到脸皮。今年8月份，一位网友在藏区旅游的时候遇到一只藏马熊讨要食物，另一位游客更是发文称自己原本准备了帐篷露营，晚上的时候临时改变主意，在车里睡了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看到自己的帐篷被撕毁，这显然是藏马熊的手笔。这位游客无比庆幸自己没有在帐篷中休息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在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，藏马熊不仅十分凶残，还特别聪明。他们知道从人类手中可以讨到食物，于是屡次和人类接触，找不到食物就会攻击人类。藏马熊夜闯派出所，拆毁检查站大门，连警察都束手无策。当地政府该如何治理这些藏马熊？藏马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游客，在遇到藏马熊的攻击都只能自认倒霉，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藏马熊的一系列行为固然可恶，但这也是不得已的生存策略。它们本应该生活在高原或者森林，而如今它们的栖息地遭到了破坏，食物资源严重不足，它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居住地，冒险闯入人类生活区域，向人类索要食物。或许它们自己也会惧怕人类，但闯入人类活动区域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这就要求我们保护藏马熊的栖息地，尽可能的减少乱砍滥伐现象，合理开发土地。不仅如此，当地的垃圾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。曾经有工作人员描述，自己在夜间看到有20多头藏马熊闯入垃圾场，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。为了减少此类现象，相关人员需要将人类生活垃圾进行妥善处理，避免藏马熊被垃圾中的食物所吸引。总的来说，想要缓解人熊矛盾，避免人类和藏马熊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，我们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让藏马熊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，保护他们的栖息地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到时候，他们可以继续在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，真正做到和人类和平共处。